上次我们有带大家逛了北鹿港，就是天后宫那边。那其实如果你对鹿港算是鹿港通有点熟悉的人的话，会知道来鹿港千万不要错过它的第一市场。那这边有非常多在地美食，我们今天就来逛，从市场这边，然后往下走，走到龙山寺那边逛一下南鹿港。我们先看一下市场的外围。外围呢，这边就是卖一些点心啊，然后蔬果、菜之类的，就是还蛮平常的一些在市场可以看得到的蔬果。那会开在这个市场旁边的，几乎都是老店啦。所以你看这些什么米苔目啊，那个招牌都很古老，有没有？然后这个永和豆浆也是相当的古老。你看这个装饰超漂亮的，在蓝天之下更美。是卖水晶饺的，你看每一间店动不动就是什么清朝时期的。然后这个面线糊也是人超多，然后这个卖红豆米人超多的。然后我们现在走来这边，这边也很多很好吃的。那这间卖藕丸的超好吃的，我以前常来，你看人很多。然后这一间卖高丽菜饭跟猪血面线的也是很好吃。然后现在应该是不知道是2代还是3代接棒，以前是一个老伯伯，然后他会推一个很古老的蒸笼在路边卖，现在变成店面了。然后这边有很多在地的特色小吃，你如果来鹿港的话，一定要来这边。然后除了刚刚那几摊卖藕丸的、辣丸的，这边还是有一些小店卖一些生活用品跟蔬果、生肉之类的。贝糯米。那市场这边你一定要中午12点前来，不然很多美食你就吃不到喽。糖炒栗子。这是一间食品行。超多糖果饼干的，有很多是那种鹿港在地的，感觉超丰富的。冬瓜糕这个没有吃过。还有炸螃蟹。这个市场好热闹哦，人真的很多。然后其实它这个巷子里面都还有。你看那个小巷子，超鼓鼓的。我们现在进去市场里面逛一下。那市场里面大部分都是卖一些生食啊，然后有一些熟食，但是是以肉类、蔬果比较多。然后你有发现说这个市场里面，大家还是骑摩托车进来，就是跟外面是一样的。这边是卖肉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边卖很多那种虾丸，就是好几间有卖那个什么虾丸的。虾丸是这边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也蛮好吃的。这个市场也蛮古老的，看有些招牌，很古老的招牌。很多市场是不准摩托车进来的，但是这边好像就比较自由一点，大家就比较没有那么介意。这边都是卖鱼肉比较多，因为鱼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在外面的话，容易晒到太阳，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变质。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市场的建筑物里面。好，拜拜，拜拜。那这就是大概内部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现在要出去，然后其实你看它这边有机车停车场。但是大家都不走，那我们现在出去做肉干的，现做的哦，超香的。这间麻糬也是很古老的，我以前也有买过。很传统的麻糬。现在逛完市场内部了，那我们回到肉圆店这边来吃吃他们的肉圆跟藕泥。那我是很强力推荐他们的藕泥啊，真的是超好吃。我要内用一个肉圆，一个藕丸。一个肉圆跟一个藕丸，藕丸要加汤还是加酱料？加酱料就好了。2个分做2碗，要加甜辣酱吗？好，都加，好的。看到那个肉圆在油锅里咕咕咕咕翻转，感觉让人家很有食欲。这是藕丸，这是辣丸。它里面的料。好啦，我们吃饱之后，我们继续来逛一下南鹿港。然后这些也都是老店，自助餐店。这一间生炒五味也是卖羹面的。我们现在在市场附近就有一个景点，叫做长源医院。那这边是以前鹿港一个很知名的医生，叫做许笃，他的诊所。那他的后代呢，是一个很有名的鹿港的摄影家，叫许昌泽先生。那他为鹿港留下非常多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料跟影像。那现在他就是把他这个故居长源医院变成一个鹿港历史影像馆，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它在2025年才开始开放的哦。我们现在是从这一个入口进去，但是它出口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出来。那你看到这边有很多，就是他把它
打造成像以前的诊所的样貌。那我不晓得说，这个装潢是不是以前留下来的？如果是的话，那还蛮珍贵的，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诊所的样貌，还蛮有趣的。那你看现在走出来就是另外一个地方，跟刚刚入口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通的。我觉得鹿港蛮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的，就是它蛮有人文的，然后东西又很好吃，所以还蛮适合不同喜好的。就是如果你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也可以来鹿港，因为这边的历史真的是底蕴深厚。那如果说你是喜欢小吃的，当然也不能错过鹿港。所以我觉得鹿港真的是蛮适合不同喜好，然后各个年龄层的人来。看路上很多这种历史建筑，其实我觉得鹿港如果说好好整理这些历史建筑，把它整理好，是很漂亮的。这间咖啡厅。老屋整理起来了，很漂亮。上面还写“鹿港音”啊，不知道是不是回来家乡自己开的咖啡厅，很有味道。这个是郑兴珍的饼店，然后它有点像是把它整理成博物馆，所以有一些他们家族的历史介绍。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招牌是这种饼的，然后是有那种金色、银色的一个装饰。然后我们现在前面这一个是鹿港辜家以前的古厝，你看就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然后上面还有凸出来的一个很像一个阁楼，但是它的入口不是在这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绕过去。这边就是中山路上鹿港的历史街区，很多历史建筑。然后我们现在要从新协园这边进去，这边以前是进士古厝，就是丁家进士古厝。丁家也是鹿港的算是望族，然后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的历史的介绍。然后他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哦。然后他们家以前是做船头行，我们之前那一集有介绍那个，就是鹿港的最大的船头行日茂行，然后他们家也是船头行，就是类似的，也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报关啊，然后贸易啊这种的。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以前像是鹿港这个历史街区的样貌。然后鹿港的街屋其实都是长条形的，那比较大的就会有3进，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中庭，像我们现在外面看到一个小花园这样子，一个小天井。这边就有一个牌匾写着“丁家大宅”。你看这边有一些字画。这个都是以前留下来的哦，都斑驳，有点看不太清楚。以前有来访问过丁家的后代，他们说，像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节日，像是扫墓，他们就会回来这边，然后回来这边吃饭。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它的排列是有玄机的。你看它是排列成一个丁，那不是因为他们姓丁，而是就是指希望他们人丁兴旺，所以他们的地板是排成丁字形这样子。从丁家大宅出去之后呢，就会到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拍的辜家大宅的主要建筑物，所以它是可以从这边出来。你看，辜家大宅其实是在这里，那现在已经改成民俗文物馆。这边是它的票价，全票130。我们现在进来了民俗文化馆。这个房子真的很精致哎，你看它上面的那些雕刻，非常的细腻。这边有个小楼梯可以到旁边的2楼，但是这边是过不去的。不过可以从2楼这边去欣赏这个建筑，然后从这边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街道。你看，从这边相形之下，这边旁边的建筑就是比较小。哇，你看站在下面，真的是觉得它真的是很精致，而且在鹿港整个就是其他历史建筑当中，就是很雄伟。那里面其实是请勿拍照的，所以待会进去又没有办法拍照了。现在看到的是辜显荣以前的卧房的陈设，它是就是把原本的东西搬来这边做1:1的陈设。看还有这种躺椅，然后它的床感觉也是很精致，可是好像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昂明城。它好像是那种铜制的，然后这边有它的照片。我每次看这种就是很壮阔雄伟的历史建筑，都会在这边想说，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在这边发生过什么关于历史上重要的事情是在这边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建筑物本身的意义，就是说它不是一栋建筑，它就是它有在这边发生过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以前有谁住在里面，让它有了那种生命感。我觉得这是建筑物最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过去雅峰楼。你看，超漂亮的，是不是？就每个角落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很雅致。就是像这样一个角落，它也可以把它布置得非常的雅致。然后你看那个楼梯的这个把手。哇，真的很古老的哎。然后呢，这个围墙上面也是有一些剪黏。然后一个小窗台。然后这边是书房，
其实每一个房间都没有很大，就是小小的，大概4-5平左右吧。但是就是很雅致，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这是洞房。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其实是2楼，然后这边是有个天井。以前啊，就是楼下都是店面，然后上面有可能是一些堆货的地方，然后这边有个天井，就方便货物从这边就是用吊的，吊到下面去，垂吊到下面去，然后。有时候老板啊，也可以从这边看下面的顾客有哪些人来拜访。然后下来这是他们的正厅，里面有放一些就是迎亲，以前迎亲的一些陈设。那我们现在就离开文物馆吧，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从文物馆出来，这边有一个文创基地，那就是一些年轻人会在这边卖一些文创小物，还有一些咖啡店。都是一些老房子改建的，所以有兴趣的也可以来这边逛逛。但是感觉店家没有很多。鹿港龙山寺呢，是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鹿港的景点。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龙山寺？因为它是真的，除了历史非常悠久以外，它真的是很精致、很漂亮。然后里面留下来很多文物，相当值得一看。像是它的两边的夔龙窗啊，还有戏台的藻井，都是不可多得的木雕建筑。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来鹿港，一定要来龙山寺走走。这是它的夔龙窗，然后它是有整修过的。这边有以前留下来的碑文。这边的门神的彩绘也是很有名，有俗称的四顾眼。所谓的四顾眼呢，就是你不管在哪个角度看这个门神，你都会觉得他在盯着你看。来龙山寺一定要来看这一座藻井，这座藻井真的是太漂亮了。上次拍天后宫的时候，它的门口进去也有一座藻井，也是相当的精致。那龙山寺的这一座也是相当漂亮。访问的时候啊，这个戏台会有南管的在这边做演奏，然后轻声悠扬的，非常的好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南鹿港这边
比较清幽，没有像北鹿港就是天后宫那边就是商业气息比较重一点，这边就是很雅静。那这边其实也是游客会比较少来的一个点啊，大部分都是在天后宫那边拜拜啊、吃小吃啊什么的。但我比较喜欢这边，就是很安静。有的时候你如果心情不好，你可以来这边坐着，然后你可以感受那个宁静的氛围，然后心情就会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变得很好，真的是很舒服。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分享、按赞，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